倒是你总提起他，让我有一点点第三者的感觉。你还真是个自来熟啊！第三者是什么？第三者得是几人关系中的主要矛盾。你连我们的关系圈都还没进呢。如果他不喜欢我，那么我说出来这4个字就会对他造成负担。我和十月不可能是情侣，现在不是，将来也不会是。所以说，你刚才是故意看着小乔还是十月走的？追过去破坏，那是最糟糕的一招，不是反倒证明了他们之间有关系吗？我不去，证明我并不认为他们之间有感情。那么就是说，我们需要的是一架放下手机，只体验飞行快感、不被操作系统束缚的无人机。家人是用来陪伴的，不是用来比赛的。你人生中有没有什么重要时刻啊？就是那天在地下车库被流氓追着跑的那个晚上。我们应该庆祝的是，美国的经销商已经决定签署意向性的协议。哎，可是这老大还没同意呢。等你们老大同意，黄花菜都凉了。他只管科研，你们就跟着他一遍一遍的试飞，一遍一遍的改进。哪知道一个公司的运营，除了技术，还需要 money。我哥已经不在了，所以你已经不是他的未婚妻了，也不是我爸的准儿媳妇了，不用再为我们南家做任何事情。每年的今天，他都会挂上暂停营业的牌子，坐在那儿，坐在那儿等着我哥远远的走来，带他回家给我爸过生日。我哥每年回家都是两手空空，说他这个未来的儿媳妇儿，就是给我爸爸最好的礼物。南四哥是英雄，当然了。但我更希望，他不仅是大家眼中的英雄，还能是我哥。希望他能平安回来。你真的确定今天要回家？嗯。但是，一定要带他回去吗？其实不一定非要是他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更合适的礼物。他就是最合适的礼物。他是你3年不回家的理由。他是我要跟我哥说的话。他是你爸不想跟你说的话。我必须带他回去。没有商量的余地吗？没有。小强，相信我，现在真的不是你勇敢逞能的时候。勇敢？什么是勇敢？勇敢不是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，而是每件小事都能随心而为。
3年来你做的每件事都是想劝我回家，但你为什么就不能勇敢地说一句，跟我回家？因为我在等你说一句，陪我回家吧。你听听，我的飞行器在说陪我回家吧。你是南桥啊，你可以为了你做的每一个决定负责任，而我呢，只负责舍命陪君子。什么时候让你舍命了？你这20几年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那接下去的20年呢？好好活着呀，我得继续折磨你。魏公好。好，来给老爷握个手。啊。哦。不好意思，害怕。好。慢点。这个臭小子。生日快乐！谢谢你，啊。一会儿常建雄跟小乔一起过来。我知道。爸。你想说什么？您能不能先服个软，让小乔回家看看？我门没锁，你们都能进来，他为什么进不来？你又不是不知道小乔那个脾气。我这个门啊，不仅是给他留着，也给你的丈夫留着。他人呢？他在忙了。那他应该做出对得起这些忙碌的科研成果啊。爸，其实我和他……他是我从小看他长大的，从上学到入伍，甚至转业进了科研所，每一步都听我的，踏踏实实的走到现在。我相信，他肯定没问题。爸，你不用每次都把这些翻出来说一遍。我跟他父亲是生死之交啊！那是您的生死之交，不是我的。可是你妹妹无法无天惯了，这是我们南家的失败。你跟他不一样。姐，那，快去给花花草草浇浇水。趁爸不在，赶紧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啊！我去做饭了。你是什么时候对摩托车感兴趣了？吃奶就不能拐个弯吗？摩托车不仅仅是个交通工具，那是什么呢？追女利器。追女利器。哦，你知道摩托车不是这么容易驾驭的吗？嗯，必须要人车合一。嗯，怎么？你看看你的造型，你再看看我这个造型，我这种造型才是追女利器，好不好？对呀，哎，我也整个皮衣，然后戴上头盔，我让chị坐后边，然后紧紧地抱着我。你是什么时候对她动了真心的？我对王琦啊，是一见钟情。好，既然一见钟情了，为什么还要花这些冤枉钱？你懂什么呀？一见钟情从来装的都不是情，装的是……我才不相信什么一见钟情。那你跟南桥是？所以我想办法见他第二面。怎么了？喜欢这一台？不考虑这一台？都说你驾驭不了。服务员，哎，
这台他买。好的，先生，马上来。白痴。每次看我哥都是你陪着我。我哥的房间是我小时候最向往的地方，这儿有好多稀奇的书，好多古怪的玩意儿。我也想过，我这样劝欧阳琦是不是太残忍了？但是我认为我哥哥一定也希望他开始新的生活。哎，玩呢？知难而退啊，别到时候输得太难看。今天这门我还进定了，啊，我就是要看看我儿子在南红奏面前的头能低到什么程度。别在老丈人面前失了身份，别在你女人面前失了气度。今天这日子真的不……今天啊，我的生日你记不住啊，别人爸爸的生日你记得门儿清啊，啊？今天是……我告诉你，我就看看今天我要不在，你们这饭能不能吃痛快？到底是同谋还是卧底？老规矩。行，我输我走，你输你滚。来了，来了，看，还给你带了礼物，礼物就免了。哎，婆婆您来了。哎，给你爸带生日礼物来了。俩老顽童，幸亏有你爸爸这个死对头，我们家多了很多乐趣呢。就他俩，3分钟不到准掐架。对呀，5分钟不到准和好。可是今天这氛围不太合适啊。你觉得你爸爸是谁请来的？肯定不是你。难道是南伯父他自己啊？他心里跟明镜似的，把你爸爸请过来，就是想跟小乔好好吃顿饭。为了缓解尴尬，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。
你笑什么？我爸是你爸的台阶，这个关系我很喜欢。好好，进来了。来。哦，豆豆拜拜，拜拜，豆豆。你好，我没有叫外卖。您误会了，我是一跑腿的，有人托我给您送一份礼物。请问您是欧阳琦小姐吗？我是。您的。谢谢。不客气。郝杰，欢迎你。郝杰已经收到了你的爱心思念。关机也不能阻止我们之间的连接。当你打开手机的那一刻，我无处不在。嘿！这什么玩意儿？看看啊！这是什么呀？哇塞，真人体感游戏机，这礼物棒呆了！除了我这样智商的，哎呀，一般人都玩不了。哎呀！啊，你太幼稚了吧！啊，在战场上摸爬滚打的人，你怎么能喜欢这种玩具手枪啊？哎呀，我告诉你吧，这只是礼物之一啊，真正的第二份礼物啊，看见了吧？哎，在这儿呢啊，看看。国寿家园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健康养老社区，那高级的不得了。哎，我的好几个朋友都订那儿了。怎么样？哪天我陪你去看一看？你人生退休之后的几十年，咱俩在一起过呗。常爷爷啊，这人家好好的健康养老社区，被你俩说的这么意味深长。哦，快来快来，我都写好了。好，来，告诉常爷爷怎么打。这样插进去，对，插进去就可以了。对，这样。对，正面。
对，好，你看啊，先是换弹，换弹，这是发射子弹，哦，然后这是往右，往左，哎，看到人了，哎，这是发射，快按，发射，对，好了，你看啊，换弹，发射子弹，啊，然后是往右，往左。错了，要隐蔽集结，你才能偷袭成功啊！快躲呀，快躲！哎呀，外公别打扰我。突破后要为师必须出力，呈梯子纵深部署。哎，不行了，要输了。你看，哎呀，纸上谈兵的方法都是狗屁，新时期靠的是脑力。做功课去了？不，我还要玩。听话，哎，去。听话啊！去。常伯伯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浩浩要做功课，让我爸陪你玩。好。我不玩这个，谁玩这个就好玩。哎，我好玩。哎，这怎么上场？看着啊，上场，左，右。哦，哎，你看我杀你个片甲不留！还是老样子，连迂回包抄都不知道。哎呀，我就这样啊，打了多少次胜仗，我是指导老巢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把这个常建雄和这个南桥的这仗打赢了，我才服你呢。哎呀，常建雄真是可惜了，怎么做了你的儿子？啊，你看看那身板，那架势，啊，那智慧，活脱脱的一个司令员的模子，怎么就摊上了你这么个掉在钱眼的爸爸？哼，那南桥才可怜呢，敢想敢做，生生被你给遏制了。你看那眼神，看那思维，看那气质，活生生一个天才少女，怎么就碰你这么一个老虎般的爸爸？南桥的脾气不好，谁都受不了。做大事的人必须坚持自己。我告诉你，这常建雄才是真傻呢，给他家产他不要，非要从司机做起。这才是大将的风范，靠自己那才真悍。你喜欢，送你啊！嘿，我还真是常建雄的拥护者，啊，给我做儿子好啊！你喜欢南桥，我送给你了。那就这么定了。我呀是南桥的铁杆粉丝。这老了，咱俩打成共识了，越来越默契了吧？所以我说咱俩必须得住得近一点，干脆咱俩就到这个国寿家园，3点一线，4季常青。那每个季节啊，可以到不同地区的那个分部去住住，就跟旅游一样。要去也是我自个儿去，跟你门儿都没有。走开，躲开！出来！时间真是良药啊！是啊，可以让人忘记很多事情，是可以让人麻痹很多事情吧？姐夫呢？爸过生日他怎么不来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一件一件芝麻绿豆大的事，累积成现在这个模样。你们俩出问题了？那他也太不懂事了。爸过生日得来一趟吧？你得找他谈谈。知道。我去看看汤好了吗？
调酒师，算不上。老大跟这妞聊多长时间了？平时的10倍。10倍。看来今天心情不错呀。是啊，平时早跟人急了。酒挺贵啊，我请客。刚说完就急了，亮郎去吧。我看那个妞跟你聊得挺好的呀，怎么又聊急了？咱们干的是服务行业，这么聊就该关门了。我已经很努力的去跟他聊了大概10句话。哥，我在质疑你呢啊！此时此刻不应该打我一顿吗？等一下就打你一顿。为什么要打我呀？你撩我啊！我哪有那妞会撩啊？她虽然长得丑点，但是多有料啊！不喜欢，没脑子。也是，你呢属于最强大脑，就应该找一个高智商的人去撩。我掐指这么一算呢，就一个姑娘，南桥。南桥。哎，你这造型挺不错的。哎，看来你跟他的关系挺不错的，发展的非常非常惊人啊！什么玩意儿？种田 ？ABS， 由他管这个呢，叫 Kiss Me。老大是中了南桥的毒。我接近欧阳琦呢，是没有附加条件的。怎么这样说呢？你接近南桥，是为了报复常建雄？不是不是，南桥，我相信他当初做无人机的时候呢，不是为了盗取我的手。就算没有以前的我，也有现在的他。你明白我说什么？安姐回来了。我知道。我找过你了。来，喝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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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玩具做了，就我真跟那个当时咱摸枪似的，是不是？我说，女儿好不容易回来，一会儿你可别撂脸子，啊！倒是你呀，别在你儿子面前掉链子。哎呦，你说说你，怎么就嘴那么硬啊？啊！把他收起来，听见了没有？好好，哦，别玩了，吃饭了。我们今天给爸爸过生日啊，不开心的事儿不说，工作上的事儿不谈，小乔的无人机也不谈。常叔叔，落座吧。好，走吧。喝酒了？好。哎呀，过生日喝酒，挺好。爸爸，今天给你过生日，你不落座，我们怎么开席呀？
对对，这就是我小姨研制的无人机。好玩。看什么看？吃饭。吃饭。正好让舅舅看看小姨做的无人机，就放这儿。你把这东西带回家显摆，你是吃饭呢，还是向我示威呢？安琴，把这个下酒菜给你常伯伯换过来。哎，不用换，我能够着，能够着啊。常伯伯，你不懂。啊。小乔，你看，还是爸爸心疼你，知道你爱吃虾。你呀，好话就不会好好说，啊？成功了又怎么样？只不过撒撒农药，测测地图的玩具。科技研发哪儿那么容易啊？无人机的应用前景特别广阔，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安全性，完全可以替代飞行员，甚至……别咳嗽，我没有生气。攒了3年的怨气也好，憋了3年的委屈也罢，你今天都让你一口气说出来，甚至什么？甚至可以研制出载人的无人机。痴人说梦，都载人了，这还叫什么无人机啊？再说了，那飞行员是多少年的训练和经验的积累，你以为你的电脑能代替啊？在美国，谷歌的地面无人驾驶已经成功的投放到市场了，我们中国怎么就不可以有这个技术？虽然现在载人无人机飞行技术不成熟吧，电脑也代替不了人脑，但是只要经过无数次的测试、修正、改进，这项技术迟早会改变人类出行方式的。你以为美国的无人驾驶就没有出过车祸啊？每个人的飞机都在天上，那不乱套了？您眼中的乱套，在别人眼里那是高科技、前沿的高科技。我们公司现在可值钱了，您要是不信，就上网查一下；要是不想查，就擦亮眼睛等着看我们能不能制造出一架空中的特斯拉。那你的研究什么时候成熟？能不能成熟，这还是未知数。谁敢坐你的飞机，当你的小白鼠实验品呢？我啊，我就是第一个乘客。你哥哥已经出事了，你还想让南家出事啊？您打从一开始就觉得我的这个技术会出事儿是吧？早知道是这样，我今天就不应该回来。你给我站住！跟我来。小乔。哎呦，爷儿俩这么多年了，好不容易有个机会面对面，再不说啊，就没机会了。我怕小乔的。哎呦，放心吧，家不是一个说理的地儿，是一个讲情的地儿。每个做父亲的都一样。走。把门关上。你哥哥是一名全空军最优秀的飞行员。是。他是为了保护群众，明明可以跳伞求生，却携机牺牲的烈士。是。你知道不知道？你哥哥是我们南家的长子，是我南皇州的儿子。
你知道吗？我儿子3年前都没了。我知道，我哥哥是英雄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你不知道，这3年来我见不得飞机，见不得别人和儿子遛弯。今天你把这个东西带回来，我忍了。但你说你要去实验你的载人无人机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们南家死了一个，你还要去再派一个送死吗？飞行的灵魂是什么？是飞行员。在警报拉响的那一刻，留给你哥哥的只有0.3秒。0.3秒，你哥哥做出了选择，他拉上飞机，飞越村庄，撞死在悬崖上。你的无人机，飞行员在面对特勤所做出的反应和决定，那是你的无人机永远也做不到的反应。你的飞机一旦出事，只能坠入村庄，成为灾难。我的飞机不会出事的。我就是为了像我哥一样的飞行员不再白白的牺牲。你哥哥是为了救我牺牲的烈士，你坐无人机摔死，那就是个笑话。那我就是个笑话。老常，他们俩真的会没事吗？再难解的心结也得由他们自己来解。可是南伯父他什么都知道，哼，也就你们以为他不知道。可是知道了又怎么样呢？走的是他儿子。南思是一个好飞行员。南思哥是我们所有人心里的痛。南思是南桥心目中的骄傲，所以他和你们不一样。还不快去追！志强，我送你回家。我去公司待会儿，放心吧，我没事。10月，玩够了，就该回来了。一见钟情从来装的都不是情，
装的是怎么样？男人的味道，简单粗暴够直接，苦涩中带那么点儿甜蜜。这品尝丰富的味觉，就好比要看清这男人内心世界，又好像要对着喝酒的人说：“吻我，吻我啊！”南思已经走了3年了，你什么时候能面对现实啊？你觉得他希望你这样生活吗？我哥已经不在了。你觉得你爸爸是谁请来的？肯定不是你。难道是南伯父他自己啊？他心里跟明镜似的，把你爸爸请过来，就是想跟小乔好好吃顿饭。为了缓解尴尬，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。因为我牵着一个女生在走，这个女生呢，居然跟我跑得一样快，那就厉害了。我下辈子终于不用高处不胜寒了，因为无敌呢是最寂寞的。你可以为了你做的每一个决定负责任，而我呢，只负责舍命陪君子。什么时候让你舍命了？你这20几年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那接下去的20年呢？好好活着呀。我觉得你说的对，家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陪伴。没准我爸就是想让我回去陪陪他。可是你妹妹无法无天惯了，这是我们南家的失败。别在老丈人面前失了身份，别在你女人面前失了气度。你呢，属于最强大脑，就应该找一个高智商的人去聊。我掐指这么一算呢，就一个姑娘，南乔。安姐回来了，成功了又怎么样？只不过撒撒农药，测测地图的玩具。那飞行员是多少年的训练和经验的积累？你以为你的电脑能代替啊？虽然现在载人无人机飞行技术不成熟吧，电脑也代替不了人脑，但是只要经过无数次的测试、修正、改进，这项技术迟早会改变人类出行方式的。每个人的飞机都在天上，那不乱套了？你眼中的乱套，在别人眼里那是高科技、前沿的高科技。谁敢坐你的飞机，当你的小白鼠实验品呢？我啊，我就是第一个乘客。你哥哥已经出事了，你还想让南家出事？飞行的灵魂是什么？是飞行员。在警报拉响的那一刻，留给你哥哥的只有0.3秒。0.3秒，你哥哥做出了选择，他拉升飞机，飞越村庄，撞死在悬崖上。我就是为了像我哥一样的飞行员，不再白白的牺牲。你哥哥是为了救火牺牲的烈士，你坐无人机摔死，那就是个笑话。那我就是个笑话。10月，玩够了，就该回来了。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？因为我觉得你跟我很像，我们是一种人。脏污、凶狠、睚眦必报。谁夺走了我们的东西，我们都会百倍、千倍的让他们偿还。所以你记住，你曾经是我的，以后一直都会是我的。这事儿先不要告诉小乔。怎么回事？
美国公司发来的最新反馈，我们的无人机从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掉高问题。我们的无人机还没投产呢，这批货怎么出去的？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。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确定问题的来源是批次的个案特例，还是我们无人机的程序真的有 bug？ 问题的来源是谁同意投产了？我同意的。那个老大，美国那边着急要货，温总想占领美国市场，就借着机会。机会，市场，别人的要求，什么时候成了你们这些搞技术、搞研发人员的第一准则了？小乔，你有火冲我发，你没必要这样一棒子打翻我们一船人。你们一船人，那我呢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事儿我先来自我检讨。我没有经过你的签字批准就擅自发货，可你也知道，销售的机会转瞬即逝。美国本土无人机的市场竞争有多激烈，你不是不知道。我没有签字，就代表我没有确认产品可以投产。这是我的设计，我的作品，只有我知道它什么时候是最成熟、最完美的。完美的技术才是极客飞行的核心。你懂技术吗？懂创作吗？我正是了解你的创作理念，对你研发的产品有信心，我才敢提前发货，我才敢在这儿打包票的说，这次的调高问题可能只是个个案。这次的问题，是你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分工，你破坏了我们之间的默契，破坏了极客飞行的规矩。我负责研发，你负责市场，我们技术部门没签字，你们凭什么投产？啊，没错，这件事的的确确是我的错。可你能不能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啊？哎，你说，一个通过内部测评的机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？我请你认真的考虑一下，是不是你的技术出了问题？发生了调高，技术层面上一定有问题。但是一个经过了内部测评的产品，为什么我没有签字同意它投产？说明它不完美。如果不是你的擅作主张，这次的调高就只会发生在公司内部。技术层面的问题我去解决，市场的问题你想想怎么解决吧。作为极客飞行的负责人，我宣布一下，立刻停掉所有流水线的生产。今天把大家召集来，就是想商量一个折中的办法，看看如何在改进机器的同时又不影响销售。这是命令，不是商量。你想了一晚上，就想到一个停掉流水线的办法，你知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？温迪，别说，你先坐下。愿意的，我们留下来解决技术问题；不愿意的，可以跟着温总去搞市场。你也是，老爷子那受的气，干嘛要在这里发？小安，你查一下美国西海岸当天试飞的天气状况，我们得找一个差不多的环境试一试。老秦，我们做过那么多次测算了，应该不是程序问题。再盯一下硬件，0.01的误差都会导致调高的发生。Q 哥，南桥，没有经过实地试飞，谁也不能下结论。这是极客飞行的规矩。不是只有你把极客飞行当命，我也是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。开会的时候不发言是什么意思？沉默是我的立场。小乔，所有的创新和壮举都是在一次次失败之后才成功的，所以通常说到失败乃成功之母的这些东西呢，就是代表着这个项目基本上差不多快要黄了。趁现在调高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国内，原地解散吧。
十月，这个呢，就是现在我们极客飞行的估值。趁现在还是高价，赶快把公司卖掉，员工们就有一个好的跳板，股东们又有好的收益，你这个创始人一大笔现金在手上，哇，简直是人生的赢家。温迪和美国那边我会去协调，你所要做的就是在这里找到问题，测试并且修复。至于其他的环节，我们所有人都会帮你一起渡过难关。这是在极客飞行成立之初就已经有的默契，不仅同甘，更要共苦。怎么不见我创业的时候有人陪我，又同苦又同甘的？十月，如果你现在想下车，我2倍的价格回收你手里的股份。小乔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你好，你的酒。彻谷找温迪。美国西海岸第一手试飞的数据，黑匣子实时数据。这么快就找到了？如果这些数据呢，也帮不了查程序里面的漏洞，我劝你手上的所有技术股放出去，要么留在这儿闭嘴，要么转身出去。气象、地势、拍摄，所有的回传录像都在这儿。这些重要的模块自己再查一下。你呢？我呢，就在这里盯着你，不然我的钱就白花了。
决定不是机器的问题啊。如果是昨天晚上，我还不敢这么确定，但是现在可以确定的说，不是机器的问题。出发吧。去哪儿？实地实验。拿着。机器本身的数值没有问题，而且相同环境下测试的数值也没有问题啊。是不是我们做的数据对比性还不够强？Hello， 成哥。哎，成哥，你们老大呢？老大和石总试飞了。哦。哎，成哥，那个天台上没人，他们俩这次去的是郊外，实地试飞。雷电预报出去试飞，简直胡闹！给你们老大手环定位，我要确切的位置。成哥，成哥，看来有人知道你跟着我出来，很着急。你认真点好吗？气象数值开始波动了，这个时候记录最好。返航，返航，返航，返航。没反应。失去信号了。你先收拾东西上车吧，我去把无人机找回来。乌云正在往这个方向走，我们再不走，就要被困在这个山群里面了。你知道无人机没能自动返航意味着什么吗？ GPS 的情况下，失去信号叫丢星，比调高问题更严重。我知道。所以啊，那里的数据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我也知道天气恶劣，现在这个地形的复杂，没有信号，出现调星也是很正常。我们回去再试飞一下，做试验，肯定会找到答案。那个黑匣子里的数据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。应该就在这附近。我去看看。
雨这么大，我们先找个地方躲起来，不然很可能会山体滑坡。四强，四强，四强！雨势越来越大了，这里太危险了，我们不能在这里待了。人还没找到，回什么呀？越是这种情况越不能放弃。能见度这么低，搜寻难度太大了。我们先返回安全的地方，等明天再进山。回你们回！回，把他拉走！不开我！四强，四强，躲开！四强，四强！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没事没事。小心，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。这个叫什么？别让人动。这里痛吗？嗯，还是这里？就是这儿，就是这儿。这里痛？对。不要乱动。好。等一下。我电话呢？我的电话呢？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拿我的。刚才明明还放在这里。照一下。就一点信号都没有。有没有手电筒啊？有倒是有，但是一直放在包里好久没用了。先拿出来。我们这样3个光源都开着，待会儿电会不会一起都耗光了？外面下雨下得这么厉害，看来我们要在这里休息1个晚上了。我怕这个洞会倒塌，我先去看看。拿手电筒。十月，怎么了？你检查的怎么样了？渗水不严重，应该还是安全的。可如果雨明天也是这样下，我们怎么下山啊？我们的车在山路上面，肯定能找到我们，放心。是。你一个那么淡定的人，刚才怎么那么慌啊？你是怕黑吧？
我一点也不怕黑，我只是怕你怕。我教你一个办法吧。其实你可以先选择把眼睛闭起来，因为你先闭上眼睛，就等于你主动选择黑暗。你带我试试啊。那你平常在家怎么睡觉啊？睁着眼睛睡吗？开着床头灯睡。那你今天晚上就想象，我是你们家床头的那盏灯。这么少，我不吃，你吃吧，我不饿。不是要在这儿待一晚上吗？你也补充点能量，我可没有力气把你背下去。你不是说要分享吗？小安，要不然你就在车里等着吧。要找就一起找，好歹人多力量大呀。下个雨的山路不好走，你在这儿等我们吧。长哥说的对，你就别跟人裹乱了啊。哎，不是，老大最怕黑了，这深山老林里一晚上，千万别有什么事儿啊。他肯定会说不出话的。哪有那么脆弱？再说了，10月还在呢。老大，老大，小强，小强，老大，老大，小强，老大，小强，老大，长哥，小强，小强，小心腿怎么了？你有什么事？我看一下有没有外伤。就是摔了一下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哎，好困啊！哎，我这次没怕黑，好好的出来了。你也怕黑？比你好那么一点点。好困。
喂，温迪，你现在那边一切顺利吗？我现在正在往机场赶呢，今天最晚班的飞机一定回上海。我今天看天气预报有雷电，往上海的飞机飞不了了。你还是专心去美国见那个重要的人吧。我们这边一切都好。现在情况到底怎么样了？小乔他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一些小摩擦，打不倒他，只是他好像……怎么说不了话了是吗？你听好了，他的写字板在他办公室左手边第2个柜子的第1排抽屉里。他不说话，你们千万别逼他说。作为堂堂的 CEO， 怎么遇到问题就要逃避了呢？这不是逃避，是神经性失语症。小时候遇到过一次意外事故才会这样的。小时候意外事故，下小漆黑。喂，我刚才说的你都听清楚了吗？喂，你听得见我说话吗？我电话呢？我的电话呢？别着急，拿我的。你一个那么淡定的人，刚才怎么那么慌啊？你是怕黑吧？我一点也不怕黑，我只是怕你怕。我教你一个办法吧。其实你可以先选择把眼睛闭起来，因为你先闭上眼睛，就等于你主动选择黑暗。你带我试试。那你平常在家怎么睡觉啊？睁着眼睛睡吗？开着床头灯睡。那你今天晚上就想象，我是你们家床头的那盏灯。我知道了。他和我一样，也怕黑，但他什么都没说，是为了我吗？该起床了，要去公司上班了。别装睡了，我知道你2个小时之前就醒了。现在给我乖乖起床，打车去公司。我的伤还没养好呢。你的心伤啊，我可治不了。温迪说的没错，飞行器是我做的，要错也是我的错。小 Q 没错，小安没错，秦时雨也没错。他们都是陪我一起试错、犯错的战友。既然你知道你已经错在哪儿了，那就现在乖乖起床去公司啊！你的战友们肯定都等着你呢。喂，找你的。姐。啊？在派出所呢？把谁打了？我来了。怎么了？我爸。叔叔怎么了？你说你真是的，跟小贝置什么气呀？这从部队退休了，反而受伤了。这个臭小子欠教训。我不光今天打他，以后我见他一次打他一次。好，打一次来一次这儿，我还得来接你。我要是能找到常建雄，我来找你。常建雄也不会让您这么胡闹。爷们儿的感情你不懂，我给他打了几个电话，都找不着人。哎，一会儿你帮我找找。人常建雄丢不了，倒是您丢。丢什么丢？我南洪州身正不怕影子斜，谁丢人我也丢不了。
你叫他来干嘛？你路见不平替女儿出气，干嘛还要当无名英雄啊？为他想多了吧？我这是自己活动活动筋骨。好，好，好。南伯伯，哟，小齐也来了。您受伤了？没事没事，就是碰碰嘴皮。疼不疼？没事。老爷子为什么打周然啊？老爷子今天参加战友聚会，好巧不巧遇到周然了。你小子说了你不少坏话，老爷子实在看不下去，就把他给打了。明明关心你关心的要命，那你一来演的爱答不理的，奥斯卡你知道吗？影帝。看咱爸那状态，周然被打得不轻吧？啊，走吧。对，以后见到我们南家的人啊，就绕着走，绕得越远越好，要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大点声。我说你们南家太欺负人了，他不就是说了你女儿几句吗？至于把人打成这样吗？少说两句吧。我哪儿说错了？他南桥不就是目中无人、狂妄自大吗？他那个破公司不应该叫即刻飞行，应该叫即刻倒闭。你们南家有这样的女儿也太丢人了。闭嘴！我在帮你说话呢。我让你闭嘴！走，回家。正好，那你去处理吧，顺便看看咱爸是怎么斗殴的。这不叫斗殴，这得替周家教训教训他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不斗殴啊，我们完爆。爸，垫着腰，坐着舒服点。哎呀，不用，我腰没事儿，啊，你不用管。南京呐，你这车到现在还没去修啊？啊，你不能遇见什么事儿就想逃避，那逃避能解决问题吗？也不知道是谁在逃避。